Hello， 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星星照地球，這裡是星星。然後今天在花園裡給大家錄一期視頻，因為現在不曬了。然後呢，這一期我想帶大家聊一聊馬來西亞的所有的視頻，做了一個，因為看過我視頻的觀眾朋友們，大家應該都知道，我馬上就要去馬來西亞做當地的那個退休躺平的實地考察了。那既然那个行程已經排上了那個日程呢，就開始研究馬來西亞各種簽證。然後我這一次就把自己的這些全方面攻略整理了一下，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歡迎大家掃圖片上的二維碼，加入我的東南亞躺平交流群，交流互動哦。既歡迎在考慮退休、海外旅居或投資之類的觀眾，也歡迎東南亞當地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交個朋友哦。然後像以前嘛，一提到移民嘛，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國家都是像美國、加拿大、歐洲、新西蘭和新加坡等熱門國家，然後很少有人會考慮馬來西亞。但是呢，就是近幾年來，隨着那個時代的發展、生活的變化，就是越來越多人開始考慮亞洲和歐洲一些低成本然後高生活水準的國家，然後去定居。然後呢，所以說馬來西亞呢，最近也越來越多的出現在現在那些退休躺平移民的這些群體的日常聊天中。然後馬來西亞近幾年呢，真的是成為了全球很有名的宜居國家之一。然後它身處於熱帶的東南亞，然後氣候舒適，然後森林的覆蓋率高，醫療體系也很完善，然後食品質量有保障，同時呢也還擁有完善的娛樂設施和極高性價比的物價水平。然後目前呢，能夠獲得馬來西亞的中長期逗留的簽證呢，主要有3種形式。然後第一種呢是第二家園計劃 MM2H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第二個呢是 PVIP， 第3種呢就是數字遊民簽證。然後呢，如果說你只是想去玩一玩、旅行一下的呢，你可以最初先考慮短期的簽證，那就是旅遊簽證，先不談這3種。然後呢，如果你只是想去短期的馬來西亞，去當地先去看一看、旅行呢，你就說可以使用它的旅遊簽證。馬來西亞呢，對於那個中國護照持有者和歐美國家護照的持有者呢，它的旅遊簽證都是免簽的。對於中國護照的持有者呢，是可以免簽30天，旅遊簽證在馬來西亞停留。然後歐美國家呢是90天免簽。然後所以說呢，這個還是蠻便利的。然後但是呢，如果說你想去當地深度考察，然後甚至於有一些工作機會、買房啊這些，那可能你要考慮的就是我接下來會提到的，在馬來西亞中長期逗留居住的簽證。然後呢，第一個呢是第二家園計劃 MM2H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第二種呢是 PVIP， 也就是黑卡計劃，然後精英計劃，然後第3種呢是數字遊民簽證 DE Rantau Roma Pass。然後現在呢，我們一個一個接下來深入看一看這幾個簽證的門檻和它的給你的福利有哪些。你可以在當地擁有這些簽證，你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福利和你需要付出什麼樣的成本。然後第一個呢是馬來西亞的 MM2H， 在這裡呢我只是單拎出來了西馬的第二家園計劃，然後它還有一些什麼東馬呀，還有一些什麼經濟特區啊，這些我就沒有把它列進來，我只是拿這個作為一個重點的例子跟大家談一談。如果大家要深入感興趣的話，我將來可以再出一期，然後就這一期的視頻中間呢，我所提到的所有的 MM2H 的數據呢，只是針對於西馬，而且不包含沙巴和沙拉越。然後它還有一些其他的規定呢，是針對於像東馬呀，還有經濟特區的，這裡我就暫時先不贅述。然後這樣的話，大家 focus 會清晰一些，因為我主要是拿來這幾個一個重點的跟其他幾種簽證的一個對比，讓大家心裡有數。然後大家如果對 MM2H 感興趣，再去深入去探討它的不同的一些區域的要求的一些那個細微的差別，但主要都是這樣的。然後呢，它的 MM2H 呢，它有3種級別，然後一個是銀卡，一個是金卡，一個是白金卡。那顧名思義，越往上走門檻就越高。然後它的銀卡呢，有效期呢是10年，然後每5年付1次工本費。然後金卡呢是15年，然後也是每5年1次工本費。那白金卡呢就是20年，也是每5年。那政府需要收錢嗎？這個簽證呢是針對於那些已經不再工作想去馬來西亞退休養老的人的。他以前還對於你的收入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最新的規定，它已經不要求你提供任何的收入證明了。所以說
對於這個馬來西亞的 MM2H 你是不需要提交任何收入證明的。然後但是它對你有存款的要求，然后银卡的存款要求呢，要求你需要在馬來西亞當地銀行定存15萬美金，然後金卡呢要求你有定存50萬美金，而白金卡呢最高它要求你要在當地的銀行定存100萬美金。然後它的申請費用呢，它的銀卡和金卡都不是很高，银卡的費用只要200多美金，然後差不多240美金那個樣子，然後金卡的申請費用呢是714美金，大約那個樣子，然後白金卡是最高的，它一下跳到了48000美金，這麼高。這一個 MM2H 呢，它對於你的居住呢，有點像美國的綠卡一樣，有移民监的那種規定，它要求你每年必須要在馬來西亞住滿90天。然後呢，就3個月，然後它對於你的買房也是有要求的。銀卡呢，它要求你差不多買15萬美金的房子或者以上，然後呢，金卡呢要求你大約要買24萬美金的房子或者以上更貴，然後白金卡呢就差不多要求你要買48萬美金以上的房子，然後48萬美金或者以上的房子。就說我這裡是大約的一個估算哈，然後在這裡呢，我還提到那個工作許可，然後這裡呢，這個簽證呢，因為是針對於退休的人來說，所以說它其實並不是給你在當地有工作讓你在當地有工作許可的，所以對於银卡和金卡來說，你都不能在當地進行商業活動或者工作。以前是所有的卡類別，所有的類別你都不能夠在當地工作，但是現在近期的規定，據說近期的最新的規定，你持白金卡的話，你可以在当地受一定不是等同于你就有工作签证，但是呢，你可以是在当地进行一定程度的工作和商業投資行為，就是說可能給你一些便利，但是不等同於你能在當地進行僱傭關係，就你還是受一定限制的。然後但是你最高級別的卡可能便利就會多一點點。然後其他的一些規定，例如說什麼那個隨行的成員孩子的年齡，隨行孩子的年齡，然後什麼你能不能僱傭外籍保姆啊、良民證啊、體檢保險和你的境外收入的免稅情況，這些呢這幾種簽證的區別不大，所以我在這裡就不贅述了。如果大家感興趣呢，可以自己去看看我這個圖表。那接下來我們要聊的呢就是 PVIP， 然後黑卡，它的黑卡計劃，那也叫精英計劃。那精英計劃顧名思義就是專門去吸引那些精英人士，就是還在工作、還在對社會有貢獻的一些精英人士。然後呢，它的有效期呢也是20年，跟那個白金卡是一樣的年限，它是比較長的。然後呢，這種卡呢，因為是針對於精英人士，所以說它是有收入的要求的，而且是不低的。這個收入呢，在馬來西亞當地應該算是真的是一個精英的一個門檻，对，在美國可能不算高的，但是在馬来西亞當地，它應該算是一個比較高收入的要求。它要求你每個月大約有1萬美金的收入，一年呢差不多有12萬美金的收入。然後呢，你的申請費用呢，主申請人呢也是要48000美金，這個跟白金卡是一樣的，它門檻比較高。然後呢，這個卡跟白金卡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還有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它也沒有居住的時間的要求，就是說你來去自由，非常靈活，你不需要一定在馬來西亞住滿超過90天，每年住滿超過90天，沒有這個硬性的規定。而且呢，它對於你來說也沒有買房的要求，它不硬性規定你需要買多少美金以上的房子。然後呢，還有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工作許可，这個卡可能最大的一個便利就是你能工作，這個跟 MM2H 也是一個最大的區別。接下來呢，就是工作許可。黑卡計劃區別於其他簽證的最大一個特點就是它可以在當地等同於你有工作簽證，然後呢，你是可以直接在當地進行僱傭關係、進行商業活動、進行創業的。然後這就是便利那些就是精英人士過去工作設計的一個簽證。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到最後一種簽證，然後 DE Rental Nomad Pass， 然後它是數字遊民簽證。然後呢，這個簽證的時長就短很多。然後你第一次申請呢，它一般是給你3到12個月，但是你最長呢可以延至2年。然後這個簽證呢，它也有一些收入的要求，但是不高。然後它對於 IT 數字類的工作者呢，它要求你每年的收入要達到24000美金以上。然後如果是非數字 IT 類的，是要求你每年要達到6萬美金以上的收入。然後這一種簽證呢，它也是沒有存款要求的。
這一種簽證區別於前面2種簽證呢，它是門檻是最低的，它不需要你在馬來西亞当地銀行做任何的定存，然后它的主申請人的那個申請費用也很低，就差不多跟那個第2家園計劃的銀卡差不多，是200出頭美金那個樣子。然後呢，這個簽證呢，跟黑卡計劃一樣，它是沒有最低，它是沒有最少居住時間要求的，就是說你不需要每年在馬來西亞当地住滿90天。然后呢，这个簽證呢也是不需要你買房的，它沒有硬性規定買房，你只需要提供一個住宿證明就行了。你可以租，你也可以買，但沒有硬性的規定你一定要買房。然後這一個簽證呢，它不同於黑卡計劃 PVIP， 是你你雖然能夠工作，但是你只能遠程工作。你可以為你其他國家的老闆或者公司工作，或者為你自己工作，或你自由職業可以工作，沒問題。但是你不等同於你擁有當地的工作簽證，就是說你不能在當地進行僱傭，產生僱傭關係，就不等同你有工作的簽證。然後就是這樣的一個就方便於數字遊民的一種簽證。我感覺這個簽證是最適合我的，因為它的門檻是真的是最低的。它除了對你要求有就是說1年有24000或者6萬美金的一個收入的要求，然後其他基本上沒有任何的門檻，就是說非常容易申請。只要說你的工種是適合的，然後呢你的收入是達到這種最低的要求的，你都可以申請。我覺得這種簽證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像我這樣的人。所以說呢，我最後總結一下這3種中長期的簽證。然後 MM2H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呢，我覺得適合的人群是僅僅想退休養老，然後不再工作，想在馬來西亞呢長期居住的人。然後呢 PVIP 呢，這個 Malaysia Premier Visa Program 呢，它適合的人群呢是還在高產出工作，然後高淨值人士和企業家，想在馬來西亞自由工作、創業與投資長期居住的人。然後呢 DE Rental Nomad Pass 呢，數字遊民簽證，它的門檻最低，然後呢適合的人群就是像我這樣的遠程工作者、自由職業者、數字遊民，然後工作不受地域限制，能靈活遠程辦公，然後想中短期呢在馬來西亞體驗生活的人。然後呢，希望這一期的視頻呢，能夠通過我自己做的這些 research 呢，跟大家捋了捋思路，能夠給大家帶來一些有用的資訊。然後也謝謝大家觀看到這裡哦，記得點讚、關注、支持我的視頻，也歡迎大家給我視頻留言，讓我的視頻得到更多的長進。謝謝大家給我建議 ，OK 啦，那這期的視頻就到這裡了，咱們下期見，拜拜。